先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华人。只要是汉族肯定算了，海外也有不少，而蒙古族、满族包括在内吗？尤其后者已经高程度与汉族融合了，很难把那英不当华人吧。就这样分离相负。所以精神上认同、接受汉文明传统的都可以是华裔了咯。听起来有点牵强啊。如果说维吾尔血统的迪丽热巴，或再极端一些，一个被同化的中国籍少数民族俄罗斯裔也说是华人，你能接受吗？不是所有的华裔都是中国人，同样不是所有中国公民都算是华人吧。在语言学上，我们华人说的中文或俗称的中国话，就是被归在汉藏语系的汉语族。海内外估计有14亿的人口使用，为全球之最啊！源头可以追溯到悠久的上古汉语，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加上地理的隔阂，幅员辽阔，在南北各地演变成许多差异巨大的变体。除了标准华语雏形的官话，还有晋语、贡语、粤语、吴语、湘语、闽语等等，基本无法互通啊！发展至今，这些应该算是语言还是方言啊？两者怎么区分？确实是没有明显的界限啊，只是原则上不能互相通话的，就是不同的语言，不是方言，很简单啊。然而理论上啊，这项原则无法被完全的贯彻。比如，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两者相似度是极高的，双方都不难了解对方绝大多数的词汇句子，却因为分属不同的主权国家，葡语就不被归纳为西语的方言，明显就是政治因素的介入嘛。不用看那么远了，咱们的马来语其实就和邻国印尼语是高度互通的。注意哦，我不是说他们主要的爪哇语哦，而是指这两国的官方语都是源于马六甲王朝在南洋群岛一带的通用语，并以该朝在19世纪继承者的柔佛辽内苏丹国的口音为正统。只是马来世界被英国和荷兰各自殖民的影响下，一些单词和腔调在被分开规范化后而不同而已啊，结果也被标为两种单独的语言。反而很难理解的吉兰丹话叫做马来语方言啊。说远了，若哪能否听懂作画定准着汉语变体的同源词发音区别，不小于西日耳曼语之里之间的英语和德语。以此分类，吴语、粤语、闽语等都将是独当一面的语言啊。尤其后者技术上甚至可视为闽语支啊。内部差异之大，还可以下分为闽北语、闽东语、闽南语，而全漳话即东南亚俗称的福建话，还有我祖上老乡的潮汕潮州话，就会被归纳为闽南语的方言才正确啊。听播的闽东语方言复作化，简直就是外语了。嚟，年輕啊，即炒你5萬人就晒咯。哦，你講咩春啊？当然，这种划分方式在中国官方立场是无法接受的。放肆！这是搞语言独立啊，就分裂祖国啊！先别激动啊，出于维护国土完整统一的顾虑，本人可以理解啊，而且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中文字分析的学者以各变体都是书同文，认为汉语族属下就只有汉语一种语言，再分成各式方言。须知汉字不像西方的拼音文字啊，地方发音差异大是难免很正常的。况且不单只是汉语，中东各地的阿拉伯语亦是互不通的啊。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阿拉伯人说的话语就像是鸡同鸭讲。不管这些算是方言还是不是啊，汉语变体在现今的大环境中日益式微是不争的事实啊。大家认为应该很热血地唤起各界意识，好好珍惜、重视、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很无感地认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即便是灭绝了，
也不过是大自然法则无法避免的呀。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没法避免呀。